你如果和很多长辈一样，觉得年纪大了腿脚变差，走路没力，只要少动就能保护膝盖，那我要老实告诉你，这件事可能是错的。少动当然有它的道理，但膝盖退化从来不是靠不动就能解决的。真正能护住膝盖、留住腿力的方法，就在你家巷口的传统市场里，价格不贵，你天天路过，却可能从来没想过要买。你可能也听过电台广告说，吃某种胶原蛋白补品或是软骨素，膝盖就会恢复年轻，走路就会像年轻时一样轻松。我要跟你说，那些东西大多没有根据，真正有效的方法，其实就在你的日常饮食里，不需要花大钱，也不需要吃来路不明的药丸。60岁以后，膝盖和腿部的退化是悄悄发生的，不会突然剧烈疼痛，也不会有警报声。爬楼梯开始吃力，蹲下去站不起来，走久了膝盖发热发胀，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其实都是身体在对你发出信号。等你真正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关节软骨和腿部肌肉往往已经退化了一段时间，要恢复起来也需要更多时间和力气，甚至影响到你日常独立生活的能力。今天我要用医师的角度告诉你，哪些食物真正能帮助你保护膝盖，维持腿力，还有那些你可能信了好几年的错误观念，到底错在哪里？这支影片看到最后，你会对膝盖保养这件事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说不定还会想马上去一趟菜市场。我叫李明哲，在骨科和复健科看诊已经将近28年，每天坐在诊间里，面对的大多是60岁以上的长辈，看 X 光，问症状，也常常聊到生活习惯和吃饭这件事，问他们平常怎么走路，爬几层楼，3餐都吃什么菜。这些年下来，看过的病人超过18000人次，光是65岁以上，因为膝盖或腿力问题来就诊的长辈，就占了将近60%。其中不少人都跟我聊过同一件事，就是明明自己觉得还好，却突然发现腿已经撑不住身体了。有一位病人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蔡金枝女士，71岁，住在台南东区，退休前在学校当总务。她每天早上都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半小时，自己也觉得这样的运动量已经很够了，好几年来从没怀疑过这件事，连她的家人也以为阿嬷的腿脚一直都还算灵活。直到有一次她在家里从矮凳上站起来，突然一阵膝盖无力，整个人差点往前跌倒，扶着旁边的桌角才没摔下去。家人赶紧送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她的大腿肌肉量已经明显减少，膝关节周围的支撑力不足，软骨也已经有磨损的迹象。她跟我说，她一直以为自己每天有散步，腿就应该没有问题，没想到散步对肌力的帮助远远不够，她需要的是真正能补充关节和肌肉所需营养的饮食，而不只是走走路而已。那次之后，我开始更认真地跟每一位腿脚出问题的长辈病人谈饮食这件事，也整理了这些年门诊累积下来的观察，发现像蔡女士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普遍，只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早一点发现。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告诉你3件事，散步和保健品到底够不够用来护膝盖和腿力悄悄退化的早期信号要怎么辨认，还有不用花大钱，传统市场就能找到的实际做法，这些我全部都会告诉你。如果你想继续收到这类的资讯，现在可以按一下订阅，之后每一集我都会用同样仔细的态度跟你分享真正有根据，也真正用得上的健康知识。很多人都以为每天散步，腿就不会退化，膝盖就能一直好好的。这句话听起来很合理，却不完全正确。散步是有益处的，但它对腿部肌力的刺激其实非常有限。真正维持膝关节稳定的是包围在膝盖周围的大腿肌群，尤其是股四头肌。散步对这块肌肉的训练强度太低，无法阻止它随年纪流失。要真正支撑膝盖，减少关节负担，需要的是有一定强度的下肢肌力训练，搭配充足的营养补充，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资料，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每4人就有1人出现膝关节退化的相关症状，而其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平常都有散步的习惯。只靠散步并不足够保护膝关节，这个落差往往要到身体真正出问题才会被发现。吴阿发先生70岁，住在桃园大园，退休前是电器行老板，每天早晚各走一次公园，走了5年，自己觉得腿一直没有毛病，直到某一次骑脚踏车上坡时，突然发现两腿完全使不出力，
下车推着走才回到家。就诊检查，发现他的大腿肌力已经比同龄标准值低了不少，膝盖关节内侧也有明显磨损。医师告诉他，散步5年虽然对心肺有好处，但对膝盖周围肌肉的训练强度是不够的。后来他在医师指导下开始做简单的以上抬腿训练，同时调整饮食，半年后回诊，肌力数字明显回升，上坡骑车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吃力。他自己也说，早知道散步不够，就早点开始改变，所以每天散步就能护膝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也有不少长辈认为，想要保护膝盖或是补充软骨，就要靠电台广告推荐的那些保健品，名字听起来很专业，价格也不便宜，包装上还印着各种夸大的保证。但这个想法其实藏着很大的风险。食药署每年都会查获不少来路不明的保健品，有些被验出加了不该添加的成分，有些标榜的效果完全经不起检验。广告里讲的越夸张，越需要小心。长期使用成分不明的产品，不止没有帮助，对肾脏和肝脏的负担反而可能加重。尤其是60岁以后，这2个器官的功能本来就在慢慢下降，额外的负担只会让状况更糟。林秋霞女士73岁，住在台中南区，退休前是裁缝师。她听朋友说某个地下电台推荐的软骨素产品，吃了可以让膝盖像年轻人一样。她买了整整半年的分量，天天按时吃，也认真跟朋友分享心得，觉得效果应该不错。后来一次定期回诊，医师发现他的肾功能数字比上次明显异常，追问下才知道他一直在服用那些来路不明的产品。停用之后配合饮食调整，数字才慢慢稳定下来。但医师也提醒他，之后要更频繁追踪肾功能，不能大意。他也提醒身边的朋友，不要再轻易尝试这类产品，花钱事小，伤了身体才是真正划不来。所以靠地下电台的补品就能保护膝盖，这个说法并不正确。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想法是，膝盖退化是老化自然现象，没有办法改变，只能顺其自然。这句话听起来很无奈，却不是事实。膝盖退化的速度确实会随年纪加快，但透过充足的营养补充加上适当的肌力训练，是可以明显延缓的，部分的功能甚至可以逐步改善，并不是完全无法逆转的宿命。差别只在于有没有及早开始调整。很多长辈就是因为相信了没办法这3个字，错过了原本可以改变的时机。赵福来先生76岁，住在屏东恒春，退休前是渔民，膝盖疼痛好几年，一直觉得上了年纪就是这样，从来没有特别注意饮食或做任何训练，觉得反正到了这个年纪本来就会走下坡。有一次在家门口台阶上踩空，骨折送医，住院将近2个月，也让家人担心了好一阵子。出院后在医师建议下，他开始认真补充蛋白质和钙质，也搭配简单的腿部肌力训练，从最基础的坐姿抬腿开始。半年后回诊，走路的稳定度和腿力都比出院时进步许多，甚至可以自己走到附近的小庙拜拜，不需要家人陪同。他自己也说，早知道可以改善，就不会一直把它当成没办法的事，白白让自己通了那么多年。所以膝盖退化只能放任不管，这个说法并不正确。过了50岁之后，身体会出现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变化，就是维持膝盖稳定的关键肌肉，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会随着年纪慢慢流失。这块肌肉的力量直接影响膝关节承受体重的能力，肌肉少了，膝盖软骨就要承担更多压力，磨损自然就会加快。这种现象和肌少症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腿力变差不只是膝盖的问题，背后的根源往往是肌肉量的下降。除此之外，随着年纪增长，身体合成胶原蛋白的效率也会逐步下降，关节软骨失去弹性，缓冲能力跟着变差，血液循环也不如年轻时顺畅，营养送达关节的效率打了折扣，修复能力也跟着减弱。再加上退休后活动量普遍变少，肌肉缺少刺激，流失的速度自然更快。好几个原因叠加在一起，膝盖和腿力退化的速度就会比年轻时快上许多。根据一些临床观察，50岁以后肌肉量大约每10年减少一定比例，到了70岁以后流失速度又会再加快。如果同时饮食中蛋白质和钙质摄取不足，情况只会更快恶化。而这一切通常不会有明显的警讯，不痛也不痒，不会突然发出警报声，往往要等到走路开始不稳，
或是生活出现实际的不方便，才会被真正察觉。而这个时候，肌肉和软骨往往已经退化了不短的时间。第一个常见的早期讯号是爬楼梯时膝盖会发出细微的声音，或是感觉到轻微的摩擦感。很多人会觉得这只是骨头响，没什么大不了，但这其实是软骨开始磨损、关节润滑能力下降的早期信号。如果同时伴随轻微的酸感或是僵硬感，就更要注意了。陈淑慧女士，67岁，住在基隆仁爱区，退休前是邮局行员。她爬了2层楼梯，就听到膝盖发出细细的咔咔声。一开始以为只是受凉，后来发现天气好的时候也一样，才认真开始在意这件事。就诊检查，发现膝关节软骨已经有轻微磨损，医师建议她及早调整饮食和运动方式。第二个讯号是蹲下去之后站起来需要扶着东西才能完成。平常捡个东西或是蹲下穿鞋，要站起来就觉得膝盖像是卡住了，需要用手撑着桌角或墙壁才能慢慢起身。这代表大腿前侧肌肉的力量已经不足以顺畅完成这个日常动作。郑守义先生，69岁，住在新北新庄，退休前是水电师傅。以前蹲下接管线是家常便饭，最近发现蹲下去之后，要站起来需要先把双手撑在膝盖上才能慢慢起身，有时候还要试2、3次。儿子提醒他，这可能不是单纯老了，建议他去门诊检查。第三个讯号是走路走久了，膝盖周围会开始有发热或是轻微肿胀的感觉，这跟关节内部慢性发炎有关，也是软骨持续摩擦的结果。如果只是偶尔一次还好，但如果每次走超过20分钟就会出现这个状况，就是需要认真看待的信号。许玉华女士，72岁，住在台中西区，退休前是幼稚园老师。她每次去市场买菜，大约走20分钟之后，膝盖外侧就开始有一种胀热的感觉，买完菜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才会慢慢消退。她原本以为是菜买太重，后来发现就算没有提东西，只要走久了也会这样。第四个讯号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膝盖或踝关节有明显的僵硬感，需要走动几分钟才会慢慢松开。这种晨间僵硬的感觉是关节内软骨和润滑液减少的表现，也代表关节的整体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简玉满先生，71岁，住在云林虎尾，每天早上从床上起来，2个膝盖都像是生锈了一样，要沿着床边慢慢走动5分钟以上，才会恢复比较正常的感觉。他一开始以为是昨天走太多，后来发现每天早上都这样，才去就诊检查。第5个讯号比较容易被忽略，就是走路的时候两腿力量明显不对称，一侧感觉比较有力，另一侧总是比较虚软，甚至走着走着会不自觉地偏向一边，这代表两侧腿部肌肉的衰退速度不一样，长期下来会影响到整体的平衡感和走路稳定度，跌倒的风险也跟着上升。杨淑媛女士，68岁，住在南投民间。她走路的时候，儿女发现她总是微微往右偏，回头一问，她自己也承认，右腿走久了就会觉得比较没力，但一直没放在心上，觉得只是惯用腿的关系。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调查，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每6人就有1人曾经跌倒过，而每12位长者就有1位因为跌倒需要就医。腿力不足是造成跌倒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跌倒之后往往还会带来骨折等更严重的问题，尤其是髋关节骨折，对长辈来说影响非常深远。另外，根据台大医院骨科的临床观察，膝关节退化程度较重的长者，生活自理能力平均比同龄人早3到5年出现明显下滑。这个数字代表膝盖健康不只是走路方不方便的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你能不能继续独立生活的关键。这里我要先回答2个常见的疑问。有人说我膝盖不痛，应该没有问题，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膝关节退化的初期通常不会有明显疼痛，软骨磨损本身是没有神经分布的，要等到磨损影响到周围组织才会开始疼痛。不痛不代表没有退化，只代表退化还没到某个程度，等到真正开始痛，往往已经进展了一段时间。也有人说我已经在吃钙片，骨头应该没问题了，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钙片补充的是骨密度，和维持关节稳定的肌肉力量是2回事。肌肉量不足，膝盖就算骨头够硬，也一样会因为支撑不足而加速磨损。光靠钙片是不够的，饮食中的蛋白质补充同样不可缺少。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发现自己或家人也有类似的讯号？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数字：1代表爬楼梯膝盖有声音，2代表蹲下站不起来，3代表走久了膝盖发热，4代表早上起床关节僵硬，5代表走路两腿力量不对称。让我知道你属于哪一种情况，也让其他正在看这支影片的长辈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其实这些讯号都不是不能改变的宿命，只要及早发现，搭配对的饮食和活动，腿力是可以慢慢找回来的。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具体该怎么做。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把正确的营养实实在在的吃进去。不需要花大钱，也不需要迷信任何补品，市场里其实就藏着答案。接下来我要介绍4种在传统市场或全联都很容易买到的食材，它们对膝盖保养和腿力维持都有很实际的帮助，而且大多数长辈都已经吃过，只是从来没特别注意过它们的价值，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这些平凡的食材其实藏着这么大的力量。第一个方法是把鲑鱼排进每周的菜单里。鲑鱼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每100克大约能提供20到22克蛋白质，同时也富含 Omega-3 脂肪酸，对减少关节周围的慢性发炎非常有帮助。这2样加在一起，对维持肌肉量和保护软骨都有直接的作用。对牙口还算可以的长辈来说，鲑鱼肉质软嫩，很容易咀嚼，也很容易消化。清蒸或是煮成豆腐鱼片汤都是很方便的做法，不需要特别的厨艺，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洪文正先生70岁，住在嘉义水上，退休前是小学校长，以前不太爱吃鱼，觉得腥味重，平常蛋白质主要靠猪肉和鸡蛋。营养师建议他把其中一餐换成鲑鱼，他试了几种做法，后来发现用姜丝和少许米酒清蒸，腥味完全不见了。坚持了半年，回诊检查，肌肉量的数字比之前进步了，连原本总是发热的膝盖外侧，也比以前少了许多不舒服的感觉。他自己也说，没想到每周吃几次鱼，差别可以这么明显。建议每周可以吃3到4次，每次大约1个手掌大小的分量。选购时挑选颜色鲜艳、肉质有弹性的鲜鱼，避免颜色暗沉或有异味的产品。冷冻鲑鱼前1晚放进冷藏退冰，隔天就可以直接料理。第2个方法是让豆腐出现在每天的餐桌上。豆腐由黄豆制成，含有人体需要的完整氨基酸，每100克板豆腐大约能提供8克左右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低，对需要控制血脂的长辈来说是很安心的选择。豆腐质地柔软，对牙口不好或吞咽比较费力的长辈来说也非常适合。煮成汤、蒸成蛋，或是简单煎过蘸酱油，3-5分钟就能上桌，不需要特别的准备。徐雅文女士，68岁，住在宜兰东山，退休前是护理师，牙齿不太好，肉类常常咬不动，每次吃饭总是草草了事，营养摄取自然不够完整。营养师建议她把豆腐列为每天的固定菜色，一天至少1份。3个月后回诊，肌肉量和走路的稳定度都比之前有进步，连每天早上起床时膝盖的僵硬感也比以前减轻了不少。她自己也说，没想到这么普通的豆腐，效果可以这么扎实。建议每天吃上1到2份板豆腐，选购当天新鲜制作、质地细致的产品，冷藏保存，尽快食用完毕。第3个方法是把苦瓜加进夏天和秋天的饮食里。苦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每100克大约能提供50到70毫克，这对胶原蛋白的合成非常关键。很多人知道补钙，却不知道合成软骨所需要的胶原蛋白离不开足够的维生素 C。苦瓜同时也含有一定的钙质和钾离子，对维持肌肉正常收缩也有帮助。苦瓜炒蛋是最常见也最简单的家常做法，也可以煮成排骨汤，苦味煮过之后会淡很多，就算本来不喜欢苦味的长辈，大多也能接受。庄美凤女士，74岁，住在高雄大寮，退休前是市场摊贩，每年夏天市场苦瓜堆得满满的，她却总是走过去不买，觉得苦苦的不好吃。营养师告诉她苦瓜对保护软骨有帮助，建议她试试用苦瓜排骨汤的方式来吃，熬煮之后苦味大减，汤头反而甘甜。她试了之后发现不难接受，坚持了4个月，膝盖发热发胀的频率明显减少，就算去市场来回走了半小时，也不像以前那么快就开始不舒服。她自己也说，
原来苦瓜不只是配菜，根本是他膝盖需要的东西。建议每周吃3到4次，选购时挑选表面颗粒饱满、颜色翠绿的苦瓜，新鲜购买当天料理，效果最好。第4个方法是把黑豆加进日常的3餐里。黑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每100克大约能提供36克左右，是市场里最常被忽略的高蛋白食材。同时也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和抗发炎能力，对减缓关节周围的慢性发炎有实际的帮助。黑豆可以煮成黑豆汤，也可以做成家常的黑豆卤味，或是和白米一起煮成黑豆饭，都是很自然也很容易融入日常3餐的方式，不需要特别花时间准备。吴天福先生72岁，住在彰化田中，退休前是农夫，以前只把黑豆当作偶尔入菜的配料，量也不多，从来没想过要把它当成主角。自从开始每天早上喝1杯无糖黑豆浆，配合正常3餐，3个月后回诊，肌肉量和腿部力量都比之前有明显进步，连平常爬自家楼梯也比较不会喘，上了3楼也不用在中途停下来休息。他说，这是他这几年第一次感觉腿力在变好，而不是一直变差。建议烹煮前先将黑豆浸泡1整夜，可以让豆子更快煮软，也更容易消化吸收。每周吃上3到4次，分量不用太多，1小碗就够。根据台湾营养学会的建议，65岁以上的长者，每公斤体重每天大约需要摄取 1.2 克蛋白质。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长者来说，一天大约需要72克蛋白质。把鲑鱼、豆腐、苦瓜、黑豆平均分配到3餐里，搭配原本的饮食，就能慢慢补足这个分量，不需要额外花钱买任何补充品，也不需要依赖地下电台推荐的来路不明产品。除了饮食之外，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关键，就是搭配简单的下肢肌力训练。单靠吃，效果终究有限。坐在椅子上做简单的双腿抬起放下，或是双手扶着椅背做半蹲，每天做2到3组，每组10到15下，都能帮助身体把吃进去的蛋白质更有效地转化成腿部肌力。饮食加上活动，才是护膝最完整的方法，两者缺一，效果都会打折。今天的影片内容比较多，从每天散步的迷思讲到市场里的护膝食材，再到腿力退化的早期讯号，我整理了3个重点给你，帮你把今天学到的东西再确认一次。第一，每天散步虽然对心肺有好处，但对维持膝盖稳定所需的腿部肌力，刺激强度是不够的。市场里的鲑鱼、豆腐、苦瓜、黑豆，对补充蛋白质和保护软骨都有很实际的帮助，价格也不贵，随手就能买到，不需要跑到特别的店，也不需要上网订购。下次经过市场的时候，可以顺手买一些回家试试看。第二，膝盖和腿力退化不会痛，也不会有警报声。爬楼梯膝盖有声音，蹲下站不起来，走久了膝盖发热，早上关节僵硬，走路两腿力量不对称，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讯号，其实都是身体在提醒你该开始注意了。越早发现，调整起来就越轻松，拖得越久，需要花的时间和力气也会越多，甚至可能演变成跌倒、骨折这类更严重的问题。第三，不需要昂贵的补充品，更不需要地下电台推荐的来路不明产品，只要把鲑鱼、豆腐、苦瓜、黑豆平均分配到3餐里，搭配每天简单的腿部肌力训练，就能一步一步把腿力找回来。方法一点都不复杂，缺的只是开始的那一步，而这一步今天就可以开始。看完这支影片，如果你已经决定要开始调整饮食，欢迎在留言区打上你最想先尝试的食材，鲑鱼、豆腐、苦瓜还是黑豆，让我知道你打算从哪一项开始。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自己或家人有没有出现过影片里提到的那些讯号，爬楼梯膝盖有声音，走路变慢，还是傍晚腿特别沉重。你的留言可能会让其他正在犹豫的长辈也愿意跨出改变的第一步。一个人的分享往往能带动更多人一起注意这件事。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长辈，不妨把这支影片用 LINE 传给他们，一句简单的提醒，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有些话儿女不一定容易当面说出口，但一支影片反而能自然地把关心传达过去，不需要说教，也不需要争辩，只要轻轻一按，分享关心就送到了。还没订阅的朋友，现在可以按一下订阅。之后每一集我都会用同样仔细的态度，把真正有根据，也真正用得上的健康知识，
一集一集的分享给你，不讲夸张的话术，也不推销来路不明的产品，只用最实在的方式陪你和你的家人一起把身体照顾好。希望这个频道能成为你日常生活里一个值得信任的健康朋友。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住在台北内湖的陈阿文先生70岁，平常一个人住，女儿嫁在台中，每个月才回来看他一次。每次见面，女儿总觉得爸爸走路的步伐比上次慢了一点，问他膝盖有没有不舒服，他总是说没事，还说自己每天早上都有去公园走走，应该没问题。女儿心里担心，却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想让爸爸觉得他在大惊小怪。有一次，女儿在手机上看到一支关于膝盖退化和腿力保养的影片，觉得内容跟爸爸的状况很像，直接用 LINE 传给爸爸，只留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陈先生原本半信半疑，觉得自己每天有出门走路，应该没什么问题，毕竟膝盖又没有特别痛。后来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认真看完整支影片，也去菜市场买了鲑鱼和板豆腐，慢慢调整自己的3餐，也试着在公园散步之后做几组简单的扶椅半蹲。一开始只是每天做10下，后来慢慢增加到2组。3个月后，回诊医师都说他的状况比上次好，走路速度测试和握力数字都往上进步了不少，连原本偶尔会发热的膝盖外侧，也比以前少了很多不舒服的时候。他后来打电话跟女儿说，还好你把这个传给我，不然我根本不会注意到。有时候改变一个人的健康，不需要多复杂的方法，只是一支影片加上一句你看看这个，就可能是一个转折的开始。下一集我想跟你聊聊，豆腐虽然对肌肉和膝盖保养很有帮助，但对某些长辈来说，肾功能状况不同，吃的方式和分量也需要调整。豆腐该怎么吃才安心？分量该怎么拿捏？哪些情况需要特别小心？下一集我会告诉你怎么吃豆腐，才能同时兼顾肌肉和肾脏的健康，你的身体还可以更好。从今天的下一餐开始吧，不用等到明天，也不用等到下周，就从你接下来要吃的那一餐开始，一点一点地把腿力找回来。